它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造物，充满了造化威严和力量。金色手指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符文，每一笔每一划都充满了造化规则之法。它缓缓升起，如同撑起了整个天穹，压迫的空气都要溃散。金色手指高悬在司神的头顶上空，每一道气息都蕴含着深不可测的规则之力。周围的场景似乎因这股力量而改变，变得扭曲而又虚幻，天地色变，风云突变，一切景象都屈服于这股造化的力量之下，化作了司神的主场。在这主场中，司神的气势如潮水般汹涌澎湃，再度暴涨，他仿佛成为了这片天地的最强主宰，一切都在他的规则掌控之中。然而当这位神冥界之王的司神目光触及明月那双幽紫色的眼眸时，司神的表情带着一丝凝重，不敢有丝毫松懈。他深知对方觉醒神血后的实力，知道这一战将是一场旷世之战。造化神技，金手指。随着一声沉重的呼喝，仿佛来自很久远的远古，声音在整个丰都城的上空回荡，震撼人心。司神全力催动金色手指，朝着明月的方向一点而下。金色手指仿佛穿越了时空，无视所有大道的规则，直指明月。空气中传来破空之声，金手指所过之处，大道为之避让，空间都似乎被金色手指所扭曲。明月面对这造化的一击，却没有丝毫的慌乱，他的眼中闪过一丝诡异的光芒，身形在金手指即将触及之前轻轻一晃，竟似幻化成了一缕青烟，避开了金手指的攻击。然而金手指可不是普通的神技，而是造化神技，威力之强，可引动规则，所以即便被闪避而开，只要在这场造化规则之内，所有的东西都难逃规则之外。在这个被规则笼罩的战场中，明月的身影如同幻影一般飘忽不定，他的动作虽迅速，但似乎总是慢了那造化神技一步。金手指这个名副其实的神技，每一次挥动都伴随着规则的波动，仿佛能操纵周围的一切。当金手指化作一道光芒，穿越了空间的阻隔，直指明月的身影时，他的心中涌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动荡。明月深知，即使现在神血已经觉醒40成，但是在九幽九冥神法大阵以及造化神技之下，也无法在这样的规则束缚下轻易闪避这致命一击。真是不错的手段。被神血侵占意志的明月淡淡呢喃了一下，在他的周围，金手指又一次出现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在即将触及他的瞬间，明月咬紧了牙关，身体化作一股旋风，绕了一个几乎不可能的弧线，险险避开了那看似无法躲避的一击。明月的反攻随之而来，双手凝聚出一团与金手指相抗衡的强大力量，那是属于他的反击。一道凌厉无比的能量刃在他的手中凝聚，并且空间都被轻易划出切口。明月手中的能量刃与金手指在空中交织碰撞，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。两股力量在不断的交锋中碰撞，爆发出连绵不断的能量爆炸，将周围的空间都震得扭曲溃败。战斗仍在继续，明月的强大反击力量和金手指之间的对决，就像是在无形的规则之网中上演的一场激烈的角逐，既是双方力量的较量，也是明月自己与神血意志的对抗。在这场造化级别的战斗中，每一丝风吹草动都充满了紧张的气氛，每一个眼神交锋都暗藏玄机。明月感受到背后再度袭来的危险之气，幽紫色的眼中闪过一丝决绝，闪避在造化规则之内，一切逃避皆是徒劳。金手指如同穿梭在时空之中的幽灵，紧随其后，紧追不舍。在这一刻，明月抛开了所有的退路，他全身的力量汇聚于掌心，化作一道强大的反击攻势。轰！明月的攻势与那金手指硬碰硬，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能量炸响，并且波及而出的能量冲击波都足以将大道给冲垮。那威力之强，只能让远处的萧炎、林动、沐尘三人避之。造化级别的对战，他们根本不能靠得太近，不然被其中的无形规则触及到，那么他们的大道神力都可被瞬间分解。明月的强大反击力量与金手指的能量在天际激烈的纠缠，仿佛两条巨龙在云端的搏斗。恐怖的气息让空间都变得异常的扭曲，并且此时的九幽九冥神法大阵则坚不可摧，刚好借着这个空档将彼岸冥河封印，范围也逐渐的减小。轰隆！明月双手交叉的摆在自己的胸前，强大的神血力量化为防御力极强的能量罩，金手指伴随着规则之力，直接对着那神血的防御罩一点。一瞬间，在那神血防御罩上发出了嗡嗡之声，带起一丝涟漪的波动，但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将明月封印。随着战斗的持续，明月身上的气息愈发的强大，而且有着越战越强的威慑。这一细微的变化被通天司神立马感应而出，他的表情无比的凝重，因为他知道这代表着明月体内的神血还在觉醒。明月，快恢复自己的意志，不要让神血封印再度破封。司神对着那长相可爱的明月大喊地呼唤道，结果后者根本没有任何的意志恢复。然而明月的嘴角露出让人诧异的一抹笑容，一道与众不同的声音也从明月的喉咙间缓缓散发。我提前破神血封印不好吗？
我会重新定制神冥界的规则秩序。之前那不完整的法则早已经有缺陷，待我神血彻彻底底的觉醒后，我便会将不完整的法则重新塑造。呵呵呵。众神冥界的高层神灵听见明月的声音开始有所变化时，他们的神色也定格在了那里。他们的目光缓缓地移动，投射在明月的身上，而随着目光的投射下，他们只感觉就连视线都被一股无形的强大能量所阻碍，看不清明月此时的真实样貌。这道声音不是来自明月。明九王的视线虽然受到了阻碍，但是刚刚的声音已经与之前的明月声音完全不同了。而站在九幽九冥神法大阵中心的司神，仿佛在这里只有他能够隐隐地看见明月此时的模样。不好了，我们上当了。司神心中一沉，没想到对方如此的有智慧，难怪不能提前破神血封印。司神大人，怎么回事？数位风鬼仙神齐刷刷的目光好奇地看着司神，低沉道：从刚刚司神的语气中，或许他们也已经有所猜测，但是这并非不确定。而周围还有诸多天幽战神以及的幽战帝，虽然依旧施展出自身的神力维持着九幽九冥神法大阵，但他们的心境也已经开始有了动荡。刚刚我们的庞大力量在与明月对拼下，间接地将神血封印屏障加快了破裂时间。司神回答的一句话，直接让的全场所有高层神灵变得安静无比，没有任何一位神灵出声，现场的氛围变得安静又紧张的趋势。怎么会？神血封印那等特殊，即便是我们启动九幽九冥神法大阵以及造化神技的威力，也难以撼动那道特殊的封印丝毫。可现在怎么会受到我们的攻势影响而加快了破裂时间？炎鬼王有些不明白其中的缘由，沉声道：不仅是炎鬼王不明白，神荼王明九王也不明白，在场的所有高层神灵都不明白，怎么会有如此意外的变故？其实就连司神在第一时间也没有想到，可是他身为神冥界之王，以自身的独特冥法，在这一瞬间便是推算出神血封衣为何会受到他们攻势力量的影响，从而加快破裂的原因。是之前那位叫吴雪的姑娘，她不久前所爆发出来的不同于神之路的神秘力量，导致了神冥界的法则出现了漏洞，同时神血封印也受到了同样的影响。刚刚我也想不通，为何这一次明月完全无法压制住体内的神血，并且直接将神血觉醒4成甚至5成。听到了司神给出的答案之后，众高层神灵那冷厉的目光全部投射在远处的萧炎、林动、母尘三人的身上，其中风鬼仙神以及天幽战神和的幽战神与萧炎他们没有怎么接触过，自然没有一层关系，直接将矛头指向萧炎、林动、母尘的身上。原来罪魁祸首是你们这3位活人。本来神冥界的法则虽不完整，但也正常运行，而你们来了之后，带来那未知的神秘力量，导致了神冥界法则出现缺口，又导致了神血封印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。你们该死！数位风鬼仙神恶狠狠的目光带着无尽的杀意笼罩在萧炎、林动、母尘的身上，感受到难以想象的强大压迫感，瞬间让的萧炎、林动、母尘3人半跪而下，体内的神力紊乱不堪。他们想要挣扎起身，可是来自造化主神的威压大到神力根本无法催动，甚至只要对方此刻愿意，能够在一瞬间将他们的道心击碎，从而陨落。好了，司神直接一挥手，将笼罩在萧炎、林动、母尘3人身上的造化威压给化解而去，然后道：这件事情不能怪他们，毕竟谁也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情，还是先把眼前的事情解决了。见到自己的造化威压被司神化解之后，那几位风鬼仙神也只能冷哼一声，将一肚子的怒意强压在心里。他们身为丰都城的守护者，自然对于外来之人有着一定的芥蒂，特别还是活人。没想到这么快就被你发现了这个问题，不愧是领悟通天之道的司神。不过就算你知道了又如何？我的神血即将觉醒5成，而你们所做的一切都将化为虚无，新的法则就由我重新塑造吧。在明月的口中传出不是他这个年纪的成年人之声。你休想，你现在只是神血，可不是能够改变重塑法则的无上。司神目光冷冷地盯着已经被神血侵占意志的明月。哈哈哈，你不会还在等他出现吧？在他出现之前，我就将这位小姑娘的意志与我的神血意志融为一体，而我神血意志为主，她的意志为辅，这样子同样可以成为她一样的存在。明月也将自己的计划道了出来，表情带着诧异的笑容扫视着神冥界高层的所有神灵脸上。你神血就是神血，不可能成为与他一样的存在，就算是你将明月的肉体意志侵占，你也不会成为他，他是唯一，不会被任何东西所代替。即便是你也不行，你还是收起你这一份野心，不要等到他的再次降临的时候而被彻底的抹除意志，这对你来说怕是巨大的代价。
通天司神语气平淡无比，似乎用谈判的口吻对着明月体内的神血说道：我虽然不是神灵，可是我的神血力量具备独立思考的意志。你觉得它降临后，我的意志还会在吗？神血根本不相信司神这一套话，想要让自己束手就擒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毕竟自己已经整整等待了千万年，在这千万年的时间里，自己一直想着如何在它降临之后破开神血封印。然而这一次吴雪的到来，无意间施展出他体内的神秘力量，将不完整的神冥界法则引动出一道缺口。也正是这个缺口，导致了神血封印也受到了影响，从而在明月体内的神血获得了破开神血封印的机会，同时也会即将到来的觉醒神血5成而感到兴奋。司神嘴角微微一抽，没想到这神血的独立意志竟然已经成长到这样一个地步，看样子想要以这种方式骗到他是不太可能了。